到我美脸 US Law 北美法律第一频道，记得订阅我们，并且开启小铃铛，获取最新视频哦。今天要来跟大家谈的是一个挺重要，女性朋友们会比较关注的一个议题，就是在加州，如果怀孕了，怀孕的员工有什么样的权利？而身为雇主的您又有什么样的义务呢？废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始了。加州呢，在有许多各种不一样的所谓的 leave requirement。所谓的 leave requirement 就是说，怀孕的员工在孕期之中，还有在生了孩子之后，都会有某一些休假的权利。首先要跟大家解释的一个迷思就是休假这件事跟休假期间有没有办法得到薪水是两回事，这在加州法律上完全是两回事。所以我们先从休假的权利开始说起好了。休假权利的部分呢，加州基本上有3种不一样的法律。第一叫做 Pregnancy Disability Leave，简称 PDL。 什么叫做 PDL 呢？ PDL 就是所谓的怀孕残障病假。也就是说，假设一个身为女性朋友的您，可能因为怀孕的时候有譬如打个比方，有些人孕吐的特别厉害，连在家工作都没法在家工作，然后有些事就是因为她的这个怀孕期间可能出现一些什么样跟平常不太一样的状况，所以医生规定要这个女性要这位女性朋友就是在家躺在床上休息。或者是也有些人是非常严重的这种病情，怀孕期间的高血压造成她没有办法在正常状况之下呢来做上班期间的一些 essential job functions， 就是重要的工作都没有办法去做，连在家工作都没办法做。如果那种状况之下，在有医生证明的状况之下，怀孕期间可以的女性朋友们可以休假，最多是4个月的休假时间。这4个月呢不需要是连续的。打个比方，也许是有些人一开始孕期反应比较厉害，但是可能到了5-6个月的时候，怀孕5-6个月的时候状况好转了，那也许她在孕期之中，就是前面那一段时间先休个1-2个月，然后再回来上班，这也都是准许的雇主也都是。基本上如果身为雇主的您最少在加州有5个员工的话，那么PDL 的法律就麻烦您也要去遵从了。然后呢，这个 Pregnancy Disability Leave PDL 是这样子的，员工休完之后必须要让他回到他本来的工作，或者是跟他本来的工作非常相像的工作，不管是薪资上或者是实质上的一些job duties。 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我们所谓的 Family Leave 的部分。所谓的 family leave 呢，就是指的是这个家庭病假，就是说生完孩子之后，加州州政府有规定，2021年开始，只要您的雇主或是身为雇主的您有5个以上的员工，就必须要遵从这个新的规定。新的规定的法律呢，叫做 California Family Rights Act，CFRA。CFRA 从前呢跟联邦的规定是一样的，曾经也是就是只有50个员工以上的雇主才需要去遵从这个。不过这个从明年开始要改变了，因为州议会已经修法了。所以只要您在加州有5个以上的员工，就麻烦要多多注意了。这个是呢，孩子生出来之后，员工有权利休12个星期 12 work weeks， 12个星期的这个假。所谓的家庭假就是利用这个时间跟新生的宝宝好好的相处或是可以哺乳等等。最后一个部分就是假设CFRA 和 PDL 都已经修完了，但是员工还因为就是怀孕期间的或是生产期间的一些不适，而在医生建议之下还没有办法回来工作的话，那加州还有另一条法律叫做Fair Employment and Housing Act。Fair Employment and Housing Act 简称 FEHA， FEHA。
这个部分就是说，假设员工因为生产过程或者是怀孕过程而残留下来一些疾病，造成他没有办法，即使在家工作都没有办法做他的平常的那些工作的话，那在这种状况之下，多数的时候雇主都会有义务让他休这个无薪假的部分。下一回的影片呢，我会给大家说明，在这些休假期间，什么样的状况之下能够有这个薪资给付的部分。如果今天的节目对你有帮助，那就帮我们订阅、点赞、分享吧。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你的法律问题，我最关心。